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上周到本周一的行情当中，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分别由悟空阴线、八阶阴线和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个唐僧阴线是一个十字星构成。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让美国股市跌破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位144均线和169均线。那么昨天行情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收了个十字星原因是美国硅谷银行的这个危机暂时被美国政府接管了。那么今天晚间还要公布一个 CPI 数据，那么这个 CPI 数据如果高于预期的话，那么加息风险就要增强。但是由于刚刚不断暴雷了4家银行，所以呢加息预期仍然保持在20个基点不变，所以呢这轮行情继续反弹的一个概率就会增多。然后呢，行情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的是美股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的反弹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因此呢，在昨天收了十字星之后，行情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小日线级别反弹。那么这轮小日线级别反弹能否对比特币出现一定的影响呢？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支撑位就是我们常提的一个144均线和169均线那这轮行情我看了很多山寨币，包括以太坊，几乎都是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反弹。因此呢，行情当中144均线和169均线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地方。同时呢，在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线上，我们看到它的反弹的结构也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我们认为焦点位呢，它是一个黑洞，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下跌之后由于焦点的吸引力作用，同时也是刚才我们日线提到的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这里构成了一个支撑，让行情得以发生了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这轮反弹的幅度非常大，构成了一个 V 型V 字形的反转。但是目前行情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点位上，就是25000点。这个点位呢，如果能够发生突破的话，行情会有继续上冲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这个位置突破不上去，我认为还会重新回打下来。因为在结构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形成的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仍然处在这个焦点这个近焦点的这一个变盘的区域上，因此呢，这个位置25000点成为非常重要的压力和多头突破后能否继续上行的一个关键性点位。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仍然要回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因为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是由空头生发出来的。我的这个书里面写的是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空头是空头他妈生的。因此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要重新分析前面的结构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见证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这个筹码区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起源于它的启动的时间点是在1月20日，它同步了美股的行情，在1月20日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拉动作。那这个上拉动作呢，实际上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行情后面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组，这个8阶阳线组走得非常复杂。正常的波动行情，我们认为上方可能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但是呢，一路的下跌将1月20日的这根悟空阳线完全斩杀掉了。因此呢，行情的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判断的 K 线呢，我认为是在312这根 K 线上。那么曾经有一个312行情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下跌行情，出现了一个极端的低点大概是在18年行情当中312出现了一个极端的低点。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了这个312今年的312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昨天行情走出了一个8阶阳线，那么这轮行情就有机会出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这个行情有可能在这里出现。那日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之后有8阶阳线，那么只要能够突破25000美金并且在日 K 上站上25000美金，日线级别就有可能走出一轮行情，到达目标点位27500美金附近。因此呢，行情走到这里面关键点位25000美金这个位置一定要重点去看重点去看这个位置，根据这个位置的突破情况来做多空两个方向的选择。
那么以太坊这轮行情啊，它的一个上涨啊，它的反弹是提前比特币的啊。提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出现了一轮行情，一轮反弹行情。但是我们昨天提到了它的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是遇到压力的，所以呢，最近2个交易日啊，以太坊的涨速呢已经落后于比特币了。那么落后之后呢，我认为会对比特币啊有一个跟从效应。那么以太坊目前的一个重要压力位和结构位置在哪儿呢？我认为目前以太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是在$1700附近。这个$1700附近呢，它是一个箱体结构的一个上边线的这个位置，非常难以突破。所以呢，目前多头要耐心等待啊，站上$1750之后突破这个箱体结构啊，再进场。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非常类似于比特币的是，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能否出现唐僧阳线呢？我认为它是有可能的，因为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如果最终完成的话，那么它会站上$1800，最终呢突破这个箱体结构。但是呢，多头你要进场的话，我认为是在$1750以上再选择进场，因为这个位置走到的话啊，会出现一个唐僧阳线的一个结构出现啊，最终完成它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欧。那么我们最近关注的 CFX 它的反弹力度在这轮微型反转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的反弹力度是最强的啊，3天之内几乎是翻倍了啊，涨幅达到109%。那么它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之前说了啊，它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行情走出了一个八阶阳线。八阶阳线走出来之后啊，正常上方可能会走出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和沙僧阳线的。但是呢，细分到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做了2轮的啊非常巨大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调整动作。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在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上构成了一个通道式的下跌啊，通道式下跌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4小时级别140均线和169均线之后啊，它做出了一个反弹动作。那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均线系统，就是在小线级别上，小线级别的50均线和10均线分别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证明它的反弹力度非常强势。我们看到目前50均线、10均线依然在144均线和169均线上方，也就是说我们的操作线啊突破了一个观察线。那么基于此啊，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那么它的一个止损或者是你现在有仓位出逃的位置是在$0.21这个支撑位上。那么如果不跌破这个0.21，行情在小线级别这个维度上依然有机会继续上涨，并且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312的这根行情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它有机会继续上涨，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结构那么所以呢，对于 CFX 这种香港板块龙头币种来说，你做的一个止损位应该设置在0.21附近，然后伴随它的小线级别的上涨行情，最终呢可能会获得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利润，同时呢还要留一些底仓，有可能它会最终完成它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位是$0.7。然后在比特币微型反转之后，我认为会出现一定的板块轮动。在板块轮动当中，我之前就跟这个会员群朋友说，一定要关注大币种大币种会在比特币微反之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有很多币种在这轮调整的过程当中被错杀错杀的幅度非常大，甚至呢回到了22年10月份的行情当中的价格。那么这些币种呢，包括道指、FIL 这些非常主流热门板块的币种，那么我们要对这些币种进行重点关注，包括推特板块当中的MASK 这个币种也要关注一下。那么道指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价格在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已经非常接近于前低附近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是一定要有仓位的还包括这个 FIL 代币也是非常接近于它的下跌幅度非常大但是呢，我们看到它下跌下来之后，形成同刚才 CFX 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走势之后，它的一个支撑位也刚好是144均线、169均线这个非常神奇的均线附近因此呢，对于这些被错杀了的在行情当中
涨幅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下跌程度非常巨大的币种啊，应该做一定的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微反之后往往会出现一定的板块轮动，这些板块轮动呢，是我们把握啊微反行情后面山寨币走势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稀有战法。感谢大家，再见。